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风故事。3年之约已过，弟子司上恭迎座坛佛出缸。随着一声请佛的口号，封存仁义师太的大缸被众弟子抬了出来。现场人山人海，无数双眼睛盯着那口神奇的大缸。1999年，安徽九华山的通惠禅林寺院聚满了周围大大小小寺庙的僧尼信徒，他们都想看看坐缸3年的仁义法师如今出来是什么样子。坐缸一说是佛教特有的一种神圣仪式，往往只有得道高僧才能在圆寂后拥有坐缸的资格。有高僧曾为仁义法师开悟，说他是药王菩萨转世，注定一生执一行善，普度众生。而事实上，仁义法师于早年出家后确实学了一段时间的医术，后来他云游四海，专为穷苦人家行医治病，而且是分文不收。当年抗美援朝的时候，他还作为战地医生亲赴现场，拯救了不少战士的生命。仁义法师因此而广结善缘，在佛门当中拥有极高的地位。他在临终前7天，曾在冥冥之中受到佛主的点化，不仅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，同时也彻底明白了自己的归宿，受佛主恩典，成为座坛佛。在知道自己的结局以后，仁义法师开始辟谷绝食，整整7天不吃不喝，一心参禅打坐。他最得意的弟子司上师太每日都在担心师父，曾劝他进食，却被仁义法师拒绝。我时日无多，你无需为我担心，佛主已封我为座坛佛，等我圆寂，你切记勿烧勿埋，要将我放在缸中，3年后打开，如若我能成佛，你便为我度钵金身，如果不能，便将我葬于后山。司上师太眼看劝不动师父，便只好双手合十说道：弟子谨遵师命。师徒2人谈完话，又过了几天，仁义法师特意组织了一次讲经会。他在讲经的过程中作画，面容安详。仁义法师圆寂后，弟子司上按照之前师父的嘱咐，向众僧尼宣告师父要做缸的宏愿。很快，他们就把一口大缸抬到大殿里，整个做缸仪式由司上亲自主持操办。司上师太提前斋戒沐浴，随后率众僧尼为师父诵经超度。接下来就是正式的做缸环节。司上把提前准备好的100斤木炭一层一层小心翼翼铺到缸底，这时又有僧尼抬进来几筐白灰，司上便按照之前的方式将白灰铺到木炭上面。一切准备好之后，司上和众弟子联合将仁义法师的尸身放置在缸中，让他继续呈讲经时作画的姿态。等最后一道工序做完，他们便将缸彻底封存起来，3年之后才能开缸。仁义法师俗家名字叫江素敏，出生于1911年。他的父亲是一名商人，家底丰厚，所以他从小就过着吃穿不愁的日子。当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，老百姓刚刚推翻清政府统治，许多人还处在吃不饱穿不暖的阶段。从那个时候，江素敏就表现出他独特的慧根。8岁的江素敏常常从私塾跑去寺庙，帮助庙里的和尚向周围难民施粥，受到大家的赞扬。那年月能够上私塾，足以说明他家的经济实力。毕竟许多像他那么大的孩子连饱饭都吃不上，江素敏就觉得这样很不公平。小小年纪就懂得思考，他问私塾先生，为什么自己有学上有饭吃，其他人却没有？私塾先生告诉他，因为你家有钱。江素敏摇摇头说，不对。于是他又跑去寺庙里
向里面的住持长老询问这个问题。当时住持长老从佛家角度出发，来试着向他诠释普罗大众彼时的遭遇。70-80岁的老和尚讲的都是佛经上晦涩难懂的道理，连成年人都听得云里雾里。对于一个8-9岁的女童，似乎有点对牛弹琴的感觉。然而令住持长老意外的是，幼小的江素敏居然仰着小脑袋，听得津津有味。于是长老问他：“你听得懂吗？”江素敏马上点头，还用稚嫩的声音向长老讲述自己理解的意思。住持长老听后大为惊讶：“你具有很强的佛性，真是佛度有缘人啊！”没想到住持长老一语成谶，从此江素敏彻底和佛教结下不解之缘。29岁那年，江素敏正式削发为尼。在此后的一生当中，他做了数不尽的善事，大家都觉得他圆寂后理应成佛。但是在那口缸打开之前，谁也不敢确定他究竟能不能成佛。1999年，距离仁义法师江素敏圆寂已经过去3年，到了开缸见证他成佛的日子。这一天，九华山通会禅林举行了盛大的开缸仪式，依然由仁义法师的弟子司上师太主持。只见2名弟子将封存仁义法师的大缸小心翼翼抬到众人面前。这时，司上师太连忙走了过去，他和另一位弟子虔诚地为师父开缸。当盖子被彻底打开那一刻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1999年1月2日，是注定要被载入佛教历史的一天。圆寂后坐缸3年的仁义法师，在这天要正式开缸了。那么他究竟能不能成佛？还是在经历3年后，尸身早已化为浮水？这个时候，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那口大缸。除了周围寺庙里的和尚尼姑，其实更多的观众是来自5湖4海。他们有的是佛门的信徒，有的是游客，有的则是媒体。仁义法师的开缸仪式甚至惊动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佛教组织，他们专程组团，从世界各地来到安徽九华山，迫不及待想要见证这一场佛门盛事。只见司上师太和另一个弟子将缸体盖子打开，然后恭敬地将里面仁义法师的法身请了出来。一具栩栩如生的黑色法身以打坐的形式被从缸里正式请出来。这不可思议的一幕令现场所有人都震惊了。在佛教当中，高僧圆寂坐缸3年这类的事情其实并不在少数。然而在大多数开缸以后，结果都非常让人失望。真正能坐缸3年而肉身不腐，成为真正意义上肉身菩萨的人，放眼全世界都是屈指可数的。目前显而易见，仁义法师成功了。他不仅没有肉身腐烂，甚至连皮肤都还保持着生前的弹性。不过人们却惊讶地发现，坐缸3年的仁义法师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女性特征。他的法身胸部扁平，下身完全开合，已经彻彻底底修成了无相比丘尼。所谓无相，即无男相、无女相、无众生相，是佛教当中一种至高无上的修行境界。仁义法师坐缸3年，能够保持肉身不腐，修成真正的比丘尼，这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奇迹。现场所有人几乎都为这一幕而震惊了，更有媒体开始大肆报道此事。仁义法师坐缸成佛的消息一下子轰动了全世界。而这个时候，仁义法师的弟子司上师太开始向外界公开宣布，他将履行3年前对师父的承诺。纵观仁义法师的一生，从小就与佛家结下不解之缘。然而他的修行之路其实是相当坎坷的。
虽然他幼年时期便对佛教产生浓厚兴趣，但是在那个年代来讲，这是完全不被大众所接受的。尤其是他的父母，作为一个富商家庭，父母又怎么可能允许好端端的女儿去庙里出家为尼呢？于是江素敏仁义法师的父亲便积极托人给他说了门亲事。当年还是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，江素敏轻易也不敢忤逆父母，只好同意了那门亲事。很快她就成亲了。可即便是嫁到了夫家，江素敏还是没有放弃对佛法的研究。丈夫见她每日里吃斋念佛，时间长了就很生气，于是就跟她吵架，甚至有几次丈夫还气得将她送回了娘家。母亲得知后，气得大病一场。这在江素敏看来，似乎有点违背自己学佛的初衷。佛是教人积德行善，度人度己的。现在母亲因为自己的事情生病，实在是太不应该。于是江素敏便遵循佛经当中的教导，开始顺应天命，不再为其他人增添困扰。既然她现在是妻子的身份，那么就应该履行妻子的责任，从此相夫教子，将学佛之事深埋内心。几年过去，江素敏早已回归生活，和丈夫相处的也很融洽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里有个大和尚提醒她，家中将有不幸的事情发生，让她丈夫最近千万不要出门。江素敏对此深信不疑，于是立刻将此事告诉丈夫。丈夫听后哈哈大笑：“你又犯老毛病了！晴天白日，朗朗乾坤，我为什么不能出门？”丈夫不听，一早出门去。没想到下午噩耗传来，丈夫在出行途中遭遇意外，死了。江素敏吓得瘫倒在地上。她虽和丈夫结婚多年，却一直没有生下一儿半女。现在丈夫死了，她变得孑然一身，无依无靠，很快便产生了遁入空门的想法。1940年，刚刚29岁的江素敏去了五台山，正式削发为尼。庙里师傅为她起法号仁义。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，仁义法师很快发现庙里每天都会逃进来很多难民，师傅和众弟子每天一大早就开始为穷人们施粥。这种情况持续了2年，期间不断有穷人生病，小小的一个风寒，甚至就能夺走他们的生命。这些都让仁义法师大受震动。他觉得仅仅施粥是无法拯救这些穷人的，还要想办法治好他的病患。可是庙里无人懂医，下山请郎中又费时费力，况且庙里也不宽裕，根本没钱付医药费。思来想去，仁义法师决定下山学医救人，只有这样才能挽救更多人的生命。于是他回到老家沈阳，找到父亲，希望他可以资助自己学医。父女2人虽然有隔阂，但是老父亲最终还是同意了女儿的请求。学成以后，仁义法师重返庙宇，开始行医救人。1952年，仁义法师自愿参加抗美援朝的医疗队伍，去往前线救治伤员。无数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战士，经过仁义法师的妙手回春，都恢复了健康，重新拿起了武器。战争结束以后，仁义法师没有再回寺庙，而是背起行囊，做起了苦行医生。他身上背着一副50多斤的石磨，四处云游，专为穷人行医治病。不管在哪里，只要遇到病患，他就会马上卸下石磨，替病人研磨草药。仁义法师的云游行医之路坚持了很多年，这让他在百姓当中广结善缘，为自己积累了无限功德。1983年，72岁的仁义法师再也走不动了，
于是便来到九华山的通惠禅林，开始在这里坐堂讲经，继续救济穷人。每天早上4点钟，仁义法师便起床诵经，接着是早课。等吃过早斋，他便在大殿一角摆起小案几，开始为寺庙外面等候的病人诊治病患。无论什么样的疑难杂症，到了仁义法师这里，几乎都能获得不错的疗效。凡是前来找他诊治的病患，无论贫富，法师一概分文不收。倒是有些富人心里过意不去，会主动向庙里捐赠香火钱。仁义法师一生行善，临终前受到佛主点化，要他成为坐坛佛。弟子司上全程负责为师父完成宏愿，并和他定好3年之约。如今3年已过，司上为师父主持开缸仪式。当大家看到仁义法师肉身不腐，真正修成无相比丘尼以后，都纷纷下跪磕头。司上师太正式向外界宣布，自己将履行对师父的承诺，为其法身镀金箔、塑金身。从此以后，仁义法师的镀金法身被正式供奉在通惠禅林，供信徒们参拜瞻仰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